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0,000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像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了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
是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这总储备已经到了7412万盎司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他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存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存储这些黄金，那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尚志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2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大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有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个巨大的护城河。我这样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2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2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2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
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这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那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觉得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那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说，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中国大陆呢，最近掀起了一波黄金的热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遍地在挖金。
在四川的这个东北寨金矿呢，累积的黄金资源量就达到了81.06吨哦。那包括不久前辽宁的这个大东沟金矿更厉害，它挖到这个蕴藏量呢，预估有将近1500吨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发现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包括了甘肃、包括了内蒙古、黑龙江这些地方，都是遍地开挖在这个挖金。那么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呢，就显示2024年的这个全球黄金生产国，第一名毫无疑问是中国嘛，达到了3800的公吨；第二名是俄罗斯，也有330，抱歉。那么第三名是澳大利亚，也有290公吨。所以呢，参考这个上述的积极作为，还有中国大陆这个黄金量，已经是好几年都是第一了，未来势必也会持续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现场2位将军一定很了解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所以我们先请张教授分析，中国大陆现在大量囤金背后，真的是为了大炮要一响了吗？我认为它会大量搜刮黄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黄金储备只有2304公吨，大陆14亿人口就2304公吨。美国多少？美国3亿4千万人口啊，但是美国的黄金储量是8133公吨。你看美国就很多啦，美国是中国大陆的3.5倍还要多哎。那我们现在从3方面来看，中国大陆会大肆搜刮黄金。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民总生产是18兆，美国28兆，中国大陆刚好就是美国的2/3。美国的2/3，美国有8133公吨黄金，你乘以2/3就是5500公吨。现在美国就2300，中国大陆就2300，一半都不到。你继续，你按照这个经济体量来比嘛，你要到5500公吨才能够符合你的，你不是18兆吗？每一年不赚18兆，美国是28兆嘛，总生产大家拿总生产来看，这个是数字是很清楚的嘛。对，你现在就2300公吨，所以继续补。第二个，这是国力的象征，我黄金多，我不要管是银本位金本位，我黄金多代表我国力啊，对不对？钞票大家都可以印嘛，我们拼命印钞票嘛。钞票就不值钱了，黄金不会，黄金就是固定就那么多，那所以我就认为，按照国力的象征，第二个，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大肆收买黄金。中国大陆，你持那么多美债干嘛？你的外汇存底3兆干嘛？这全买黄金了嘛，对不对？1兆美元不是我们讲1亿美元可以买1公吨的黄金，那你买黄金就好了。第三个，我认为就长远来看，所有的币值都是通膨，钱会越来越不值钱。美元也会不越来越不值钱，你都通膨，当然会不值钱嘛，对不对？那通膨，那什么会值钱？黄金，黄金有没有说哈？黄金在贬值的，你黄金贬值我就买了嘛。你黄金都是慢慢稳定上涨，永远你从以前拉到会有波动没有错，但是一直波动往上波动哎，它不是往下波动，是往上爬哎。黄金从来没有说一直往下波动的哦，原来这样子啊，因为黄金不怕通膨，最抗通膨的就是黄金，那这样子你要不要买？所以，我们从这3方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认为它继续会有黄金。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到达5500公吨的黄金，现在就2300嘛，它不会终止，最起码是5500公吨以上才能够符合比例原则。好，用这个国家大数据的表现来看啊，张教授认为还会持续的累积，背后就有很多的作为了。那除了积极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跟民间也是大量的来购买黄金，很有挑战这个美元本位的味道。从几个动作可以看出端倪，包括向亲中的国家招手，说，你们来把黄金储备放在我们这个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还有为在香港机场要成立一个贵金属金库，未来更可能要建立所谓的离岸黄金中心哦，甚至是让人民币的交易呢，能在国际的黄金市场来提升影响力。所以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一手抛美债，就像刚刚教授讲的，一手买黄金啊，这就是现在最明确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讯号。但结合金融面上，或者说美元地位呢，会产生哪一些关键的影响？中国大陆最近的的确确在快速的抛售美债的持有，从原来的第1持有的外国机构变成排名第3。那同时，它也在增加黄金的这个购买跟储备。可是呢，以这个速度跟相关的趋势，其他的因素看起来美元大概还在眼前短期之内，它的这个地位还是难以撼动。首先我们看美元的美国的外债其实38兆，这已经是非常高。但在这里面大概外国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还是基金持有的比例，大概占24%。
将近9.3兆，那其他是美国的内部的这些机构、个人啊跟企业持有。那在外国持有这个9.9兆多的这个美债里面呢，就是过去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 No.1，1.1兆。那现在呢，缩水的只剩下在今年1月的时候只剩下7600亿，可是大概到8月底的时候呢，来到了7005亿，所以一下少了600多亿。这光是这一年，每一年都在减少。如果从2011年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减少了46%以上，所以这是一个有策略性的在减少。排名第一是日本，日本在增加，现在是1.19兆。英国呢，大概是8600亿。日本、英国，然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很清楚看的这个趋势。那黄金刚才张将军讲了，现在它是2403吨。那可是呢，这里面很重要一个数字，供大家参考。中国大陆黄金的储备只占它整个外汇储备的7%，你就可以想象非常低了。是，一般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可以高到70%。哇，它大概平均也会有50%左右。哦，那真的是因为黄金就比较保值嘛。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可以持续就是说扩展黄金持有的空间。但是这个对美元霸权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其实也就是说，盟国还是在继续买美债，所以呢，你抛有人买，这个美债还是维持它的这个地位跟吸引力。那第二个就是美元的使用度大概还是85%以上。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的交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现在是在增加，来到了5%到8.5%，是有增加，但是还有一段距离。那第三个就是讲的黄金，黄金很有趣味的。刚才张律师讲了，美国拥有多少？8000吨。那越来多人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怎么样？提高。那美国的黄金不是最多的嘛？全世界最多的储存。那美国的黄金越多，那美元的地位就更稳固了。所以这有一点蛮吊诡的。那它的美债继续的那么多，但是美国的黄金也这么多，那因此你再怎么少买美债，你黄金变贵，它美国的黄金也增加，所以呢，这个当然就会看到国际贸易的这个比例上大家还是以美元为交易，短期内还是这样一个现象的。不过大的趋势已经看到了变化。了解。好，现在中国大陆全盘在准备的，其实还不止黄金啊。我们说3大战略物资，另外2项石油跟粮食呢，现在也是积极的作为。包括从2004年起呢，就大规模的新建石油储备设施，在去年底这个石油的储备总量就已经超过了20亿桶了，并且2022年的时候，中国粮食的储备量，玉米拥有全球将近70%，然后稻米占全球的60%，小麦占全球的51%，很多东西吃啊，这些数字也都在持续增加。我们说买金买油，然后又广积粮，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缓称王了呢？这么积极的储备战略物资，我不知道是要怎么解读，但厉将军有嗅到就在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吗？我觉得不只是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任何一个家庭，当然都要有所谓的这种战略储备的物资那我们看一下这3样东西来讲，如果说一旦这个不管是家庭或一个国家，万一碰到黑天鹅来讲的话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做准备，没有预存必要的这种物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会临时会措手不及那搞到最后变成，如果就国家来讲的话，如果粮食不够，那老百姓自然会抢粮抢粮的结果，那就是物价会这个飞涨，然后最后就造成民不聊生那我们从疫情期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有准备的国家，它可以很安稳的度过疫情。如果说没有准备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可能就一蹶不振。那我们现在就有3个物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粮食部分中国大量的这种囤储粮食，尤其是说最近又跟美国恢复购买它的黄豆，大豆要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说是对美国是好，其实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物资，因为它这个黄豆来讲，它每年需求的量是非常多的它除了人吃之外，它也要喂猪这个才会有蛋白质的供给嘛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以粮食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可以存储的量可以到7.3亿这个万吨装满的话，如果说它仓库装满的话，
可以够他全国14亿人吃2年的时间，2年，所以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一回呢，大陆国家的，我们来看到是习近平，他说呢要来当的是全球的黄金保管人，尤其现在呢川习会快要进行前，现在丢出了一个叫做金融核弹，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各国会不会把他们的央行金条往北京这边去送呢？美元霸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做松动？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上海这一回呢，打算透过在上海金交易所在香港这边设立一个叫做国际版的指定仓库，传出呢现在已经跟多国谈好了，那么各国有机会把他们的黄金储备转来放在香港展开国际的黄金交易，所以呢不只是像过去放在这个纽约或者放在英国，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就放给中国大陆来这边做储备呢？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也代表说过去在美元的这个霸权里面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开出一个人民币金本位的新战场。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评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首先是来自于渣打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现在各国正在打算要分散他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压在美国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地缘政治正在加剧动荡，替代了这些支付系统新的崛起。那么大陆现在作为最大黄金生产国，也因为趁着现在阻力比较小，推进金融市场布局，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另外一位专家他这样讲，中国如果能够持有更多的黄金，那么人民币的公信力就会变得更为强劲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了。北京现在说要打造了这个全新的金融核弹国际金融储备中心，到底可不可行？各国宁可把他们的金条搬到中国大陆，也不再信任美国吗？如果川普的关税战引爆了这一场黄金去美元化风潮，这样子来看的话，中国现在的动作是在做反攻吗？上志哥怎么看？现在都知道，全世界的金价之所以频频上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大陆，全世界中央银行，包括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买黄金哦。那买黄金的很大的原因，其实当然很多，除了包括过去是油价波动，但是现在油价影响降低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元大家后市看弱，而且包括现在包括美国的 FED 可能接下来又要准备降息，又要把很多的美金继续再加印起来，美金这个波动跟不值钱，大家要有黄金。我们现在看到是眼前的这个从投资黄金的态势，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家战略，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会把黄金？中国大陆会帮国际建构一个黄金储备的平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微妙。我也建议大家要一直持续关注，我认为这是会非常非常长久性的。首先怎么说呢？首先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面临的处境，除了刚刚讲美元本身的波动跟美国美债这个当中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之外，现在还有2大是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部分是现在出现稳定币也就是说现在虚拟货币这件事情，现在变成看起来是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家总体的金融战略，不知道是哪个犹太天才发明出来的。特别是稳定币跟美元美债挂钩之后，形成一个除了过去来讲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之外，一个全新的等同跟美元一样的，在虚拟币里头狂吸全世界所有的资产，虚拟的而且是虚拟的跟美元挂钩除了美元之外，现在没有其他国家的货币用虚拟币的部分挂钩，现在吸已经据说吸得蛮厉害，像东欧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很多的国际贸易开始私下的从稳定币这个虚拟币开始走了。这几个月，单单这半年当中，已经吸掉了，据说有几千亿美金的规模。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要发展的部分，要重新建构一个实体货币经济。传统以来几百年来，大家都是货币都是跟黄金挂钩，所以当现在美国手上有这个美元的武器跟稳定币虚拟货币的2大武器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必要重新扣紧以黄金为全世界公认标准的这个部分的平台。我想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去美元化，过去来讲都觉得人民币要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快。所以首先中国国力先是去美元依赖化，再来是去美元美债的体制依赖化。人民币其实过起来，大家觉得好推，没有，它现建构一个黄金的这个中介站，让大家紧扣黄金，而且人民币跟黄金，包括未来可能人民币会升值，作为整个中国大陆国力的提振在这个当中稳定附着之后，用人民币跟黄金建构这个强力的支撑之后，跟
美元脱钩、跟美债脱钩、跟虚拟币尤其稳定币脱钩之后，这个跟全世界的经贸往来再用人民币结算，它就整个是在黄金的架构之下。也就是说，透过掌握黄金跟全球间的平台来去美元化，而不是像过去来讲拉抬人民币去美元化。这个部分的思想，我想其实中国大陆从2019年川普当时2017年执政开始，从打华为的2019年，从2022年超过几百家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包括国企全部下市，阿里巴巴、腾讯一路下来，包括俄乌战争的经济制裁到现在，包括去美债，整体来说，中国大陆做这件事情，包括黄金，已经进行将近10年了。好。所以大陆的长期战略在经济上面，在金融战上面，去美元、去美债，然后它要特别强化的就是包括了黄金，还有特别强化就是人民币的交易。所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大陆这一切的动作早就已经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呢，它持续的买黄金已经多久时间了？达到了10年的时间。那过去11个月也是都是连续的买进增持黄金的，撑起它的金融的底牌。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大陆是全球第6大官方的黄金储备国，所以现在每个月仍然在持续的加码当中。尤其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川普4月份打的这场关税战，让大陆更有决心要去美元化。我们看到做了哪一些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在从4月份开始抛售了至少500亿美元的美债，还计划持续的出清剩余的部位，并且把原本放在纽约联准会的这个2000多吨的黄金全部的搬回北京跟上海。本来以为只有中国做这样的动作吗？没有。我们看到在北京准备要撤金之前，德国就已经在考虑了要把存放在原本美国这边的1200吨黄金也运回到德国、欧洲自己的境内。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开始对美国不信任了，因为川普不断的对欧洲疯狂的加税，而且干预联准会的措施，都让欧洲开始正式的怀疑：黄金放在美国是真的安全吗？刚刚讲的金价确实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我们从2005年开始看到现在2025年几乎一路的在往上窜，到了这个3月份的时候已经到达了3000美元，但是现在一度是触及到了4000美元大关，又下来一些些。那么各国黄金的增持量，我们也等一下会做一个关注。现在以俄罗斯增持的量是最多的，从300多吨一直上升到2000多吨那么中国大陆第2名，那可是如果是在减持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是美国第1个减持最多的，接下来是德国跟法国。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大使怎么看了。川习会在即，这一次北京用黄金来说话，这是经济外交最后通牒吗？同时，习近平他这边疯狂的卖美债、囤黄金，是准备做一个金融战的反攻吗？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对美元的依赖它是采取一个比较渐进的一个做法。它第一个这种比较渐进的做法对中国大陆也比较有利。那你要立刻就是说跟美元是霸权进行宣战的话，那第一个你要别人也要跟你一起来那另外一方面，你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那因为这个一个货币它建构最主要是什么？一种信任跟信心。而且它在实体上交易的时候它作为一个交易工具的时候，它的流动性是如何？美元是完全流动性人民币没有100%的流动性人家为什么持有美元？美元你要买要卖快得很，对，你大量的美元，你在任何地方买卖你都是很方便的，这叫流动性。货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你要成为大家愿意使用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流动性要很强。那可是问题就很多大国的话，他也不愿意让他自己货币被别人掌握太多，来炒卖他的货币，造成他的经济的这个怎么样波荡啦。那所以现在你说人民币要完全跟美元产生一个针锋相对互相抢夺国际主要这个流通货币的这个地位的话，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这个过程。而且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国制造国它需要大量的美元作为支付的工具你现在你说我付人民币给你，人家还不见得接受。对，本币交易是中国大陆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跟它要消减美元的国际地位的中间一个方式而已。本币交易，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数位人民币。数位人民币的话，也是可以不要透过美元，
然后让这个国际贸易可以，中国大陆和国际贸易可以顺利的进行。要不然的话，你不够美元的话，你的国际贸易你没有美元来支付的话，事实上很多贸易会很困难的。第三个现在就是什么？储备黄金，加强储备黄金。某种程度上来，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其实人民币为什么要放在很多手上中国大陆抓了很多美元？其实美元也代表一种什么？一种锚定的功能。人家信任你这个经济，信任你这个货币，是因为你手上有很多美元。那美元今天这个地位不是说一朝一夕造成，它很长时间造成。你要撼动它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多管齐下了。所以增加黄金储备的话，也是一个方式。第一个分散风险，第二个你多储备黄金的话，对于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也会增强。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大陆并没有说要跟美元进行立刻摊派式的这种斗争，并没有这个情况。好，在这样子人民币增强、态势国际的地位之下，美元霸权会不会间接的转弱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那我们也先来看一下现在的金价哦，因为各国央行现在疯狂买金之下，美元信任被掏空。我们看到近10年金价可以说是翻了3倍，疫情期间冲破2000美元，刚刚讲了嘛，在3月冲破了3000美元，到现在近4000美元左右。那央行的部分，全球的黄金需求中，央行买盘占比高达1/5，是远超过2010年那个时候的1成的。干哥怎么看？好，现在美国跟日本比较具有规模的投资人的话，他们现在都在做贬值交易。什么叫贬值交易？就是我不买法定货币了啦，像比如说美元呐、英镑啊，我不买这个。我虽然不买，我抛掉一定是贬值嘛，对不对？没关系，我不要了，我干嘛？我就去买黄金跟所谓的比特币啊。那这是一种过程，但是他们看好，为什么？金价已经到了每英两4000美金了，还会不会再上去？刚才上次已经讲了，这可能还会再上去，再上去就不得了了。那这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现象？那国际其实金价市场它其实受到政治因素的波动其实是很大的，但是连10年来它都可以涨。那你就可以从2020年那个疫情开始，从2000到现在变4000，不太久才5年的时间它就翻了1倍了，那10年来它总共是翻3倍，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说究竟黄金是不是一个可以被依赖的？因为你连白银都跟着上涨，每英两50美金啊，白银从来没有那么高过啊，对不对？因为白银的供应从来不是问题，可是现在大家就看到说，现在各联邦就是说各国的中央银行，他们都是以黄金作为主要的那个准备来源。总共占全世界15%是各国央行所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金价只会越来越上升。为什么？很简单，破了4000美金，就是因为川普他今天做的倒行逆施，害得各国更加的恐慌。所以中国他现在在布局啊，在香港啊，他必须要成立第一个设立首个国际版的，就是说储存金条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它可以说服一些跟它志同道合的国家，我就看中国怎么样踏出这第一步。比如说像巴西啊，比如说像金砖这些国家哈，那你说这些国家如果说他们都愿意跟中国志同道合，那就可以开始展开去美元化的第一步。但去美元化，像大师讲，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信任，对，很简单，信任感，你怎么让我们有信任感？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你光是从两岸关系之间，你让台商可以自由汇兑贸易，从这边开始建立起，好不好？我今天讲的很直接，台商以及到这个大陆当地旅游的台湾人，或者是暂居在大陆当地的台湾人，他们能不能有这个自由，这个在这个大陆开户或是提取现金的权利，到现在是没有的。我觉得大陆这方面应该中国。要从这边着手，让大家取得基本的信任。你将来的去美元化，去建立对抗美元的那种国际战略布局，才有可能会慢慢的接近成功。黄金已经冲破了4011美元大关，美元霸权现在呢被视为是即将要崩塌。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另外是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疯狂的囤金抢位子，还有就是接下来要关注的 AI 是否泡沫
化，引发全球的大海啸呢？我们先来看到今天会来回答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金价啊，在今年真的是狂飙，正式的突破了4011美元，年涨幅竟然高达52%。大家在看说，这是因为这地缘政治太紧张了，美元地位不保了，所以成为避险天堂吗？还是说这个是在衰弱前的末日警钟呢？因为确实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示警。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不断的囤黄金，而且去美元，美元霸权现在也看起来有逐渐松动的迹象了。新霸权难道真的会换人当吗？会是中国吗？第三件事情 ，AI 热潮真的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是狂烧哦，会不会成为下一颗的泡沫炸弹？而且会不会在今年2025年就爆发呢？今天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次做解答，赶快来关心哦。在10月8号这一天，金价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历史新高，年涨幅刚刚说了52%，已经创下了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单年的涨势了。原因是什么？3个，我们先来看。首先第一个，美国自己内部先乱了套哦，让黄金大涨。首先，政府停摆已经到现在2周了，很多的经济数据都延迟发布，恐慌情绪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说是在急速的上升当中。再来就是川普的关税一直反复不定，让美元指数今年暴跌幅度超过了8%。全球在封黄金的时候，同样抛售了美元，倒是人民币有逆势走强的迹象。美债在部分，我们来看到彭博也示警了，停摆只是暂时压住美国政府的关门，一旦重启，他认为30兆美元的美债债市随时都可能爆雷，这个导火线都让美国自己先乱了套。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结构性的转向，美元霸权正在松动吗？因为全球的去美元化正在加速，来自于 IMF 最新的统计，美元在全球的这个外储的比例从2000年的70%，现在竟然只剩下57%了。金砖国家甚至啊，很多人都不再用美元做交易了，改用自己的这个体系、自己的系统来做交易。包括了俄罗斯跟中国，干脆也都是直接使用人民币或者是卢布来做交易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外部力量的推升，让黄金价格上涨。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全球战火连天，不管是俄乌战争、以哈战争，或者是可能发生的台海等等，都加深了投资人的避险情绪。那么中国大陆一方面持续的囤黄金，中国力量也崛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连续18个月是大买黄金，它的储备已经飙到了2300吨，黄金在外汇市场的占比已经升至7%了。再来就是大陆的债市同样是大爆发，瑞银估计大陆的债市市场规模会达到25兆美元，仅次于美国，接下来成为另外一个资金的避风港。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呢？现在黄金飙破了4000美元，到底是避险天堂，还是美国经济衰退前的警钟？投资人可以继续投资吗？黄金涨势现在到中升段，还没有到最终的尾巴，所以目前来讲，黄金价格还会再继续涨。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哈，就是传统上我们在避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美元，不会想到黄金。但是因为美元的信用开始崩盘，去美元化的过程开始了，所以啊，能够取代美元的一种作为一个避险的，我讲避险功能只有黄金，没有别人，人民币也不行，日币也不行，欧元也不行，英镑都不行，货币都不行，只有黄金，所以黄金才会在这一波的，因为美元失信之后的唯一的替代物就是黄金啊。那这个是黄金大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当天，我就喊买进黄金，道理在这里。他喊了老半天，只有李将军有听到，其他人都没听到。那个我们现在为什么叫美元的？他有很多人用美元霸权，其实不是啦，因为美元之所以会成为有这么高信用的东西，是因为2次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宣布每32块美元换1盎司黄金，是，所以如果不跟黄金挂钩的货币都不要买，都不要，不管它是人民币、日币、美元、欧都一样，只要不跟黄金挂钩就不要。所以我在2022年一直在请中国大陆人民银行用人民币跟黄金挂钩，他们偏偏不听啊，没办法啊，所以失去了一个成为人民币霸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美元为什么信用会崩盘？就看上面那个政府停摆啦，关税反复啦，什么美债暗潮汹，美债是不会暴跌啦，但是美元没有人要买，干嘛我买美债呢？所以这个一卡一卡，然后所以因为全世界的央行，大家以前习惯上拿美元，中国大陆自己也是拿一堆美元当储备啊，那现在自己知道犯错啦。我算过，中国大陆2022年到今天没有做正常的黄金财务操作，至少赔掉多少？赔掉4000亿美元。至少赔掉这么多。什么叫4000亿美元？就400艘航空母舰。这样好吧，不骂他了哈。然后这个金砖国家，其实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跟俄罗斯啦，因为俄罗斯它不能用美元嘛，所以它只能用人民币嘛，哈，所以它用人民币是很必然，用卢布看算了吧哈。所谓如果你脑筋有洞，才去买印度的卢布哈，是这样。那所谓的其他的战争，其实最主要的战争是这样，只要有钱国家发生战争，这一次美元最大的失算是什么？去没收俄罗斯富豪跟俄罗斯政府的美元存款，所以使得中东国家，我干嘛要把钱存在美国银行啊？是，那全世界你传我，我传他。大家逐渐的降低美元存款的比例，那降低要干嘛呢？就要买什么？要买黄金嘛，黄金，因为黄金全地球上的存量只有27万，应该27万吨，就这么多啊，然后只剩下6万吨还没开采，那6万吨20年内开采就没有了，所以全部，而且这个比例啊，央行总共才只有18% 而已。20万吨里面18% 在央行而已，那其他都在大妈、小妈，还有投资机构的手上，还有一部分在我们丽将军的手上啊，对，所以这个没办法，这已经造成这个一个基本的现象。那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新一代的财经官员比他们前一次代的聪明很多了，他知道黄金是未来的最重要的货币工具，所以他现在采了一招，就是说，在上海市黄金交易所，如果你有太多人民币的话，你可以到人民币，以前用美金才能买黄金啊，现在用人民币可以到中国大陆来买黄金，那黄金就在香港交货，用香港的黄金金库给你，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你不相信上海，你总该相信香港吧？所以用香港的信用加上黄金的信用，使人民币跟黄金挂钩，这样一来以后接受人民币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进口商也有中国进口商不用拿美元了，我直接拿人民币跟人家买东西。那如果对方的人民币太多的话，他怎么办？他就去买黄金，黄金就放在香港，那这样他也很安心了。所以黄金跟等于是，比如说以沙特来讲的话，他收人民币，然后他卖石油给中国。然后这个人民币他放哪里？不放心放在中国人民币银行存款啦，就去上海买黄金，黄金就储存在什么？在香港。那香港他随时可以搬走他要卖黄金，也很方便那卖黄金全世界搞不好可以换成英镑换成这个是美元所以这个黄金的风潮已经来了我一再跟大家讲去美元化的替代品不是人民币，一定是黄金。好，所以黄金后市的走势还是持续备受看好的。确实，现在有很多的金融界的学者，这些经销商、黄金经销商都是持续看好黄金的。我们来看到几个人，第一个还会飙5年哦，丽将军还会飙5年哦，是要抱好，抱在手上抱好。这位是来自于黄金的经销商，他这样说的。确实，现在都是长期的投资人，所以至少他说还会再飙5年，这是第一位。再来就是这一位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认为说这个应该至少将15%的投资组合继续的配置给黄金，因为他仍然是看好黄金的。当然也有金融大鳄，他是不看好的，他认为说一年暴涨50%太多了吧，是不是要衰退了？那我们再他衰退讲的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他不是黄金衰退，而经济越衰退越需要避险，越需要避险，黄金涨越多，黄金就会继续涨。好，那赖老师，我们又怎么继续看就是现在看到说一边是黄金涨，另外一边是美元霸权的衰弱，我们要再看说会不会接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霸权，不管是中国大陆、人民币等等，你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取代美国的国际金融的地位这条路还很漫长要取代的话，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其实美国的所筑起来的长城也不是不会短时间。2022年要是照我那个版本，它今年已经取代了。
哦，没那么快，你这个取代没那么快。没有啊，它就直接黄金、人民币跟黄金挂钩，还是没办法，没有全部挂钩就马上起来。因为美元的占比太高了，那人民币现在目前的占比大概在8%嘛，有成长的啊，已经压迫到这个英镑了，所以英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嘛，也就是说人民币已经在压迫的英镑的国际地位了，那开始往欧元的方向在迈进了，美元是往下走，因为美元是掉的很大啊。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美国当初能够把这个美元成为国际的主流货币啊，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时空环境，那个时空环境就是2次的世界大战，2次的世界大战战后的重建，战后的重建，你看整个欧洲的国家打烂了，啊，亚洲的国家也很多都是经过战争的蹂躏，那这些国家要复苏要重建，你要靠谁？你要靠的就是美元，那靠的黄金作为一个这个金总位的一个货币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也就是透过这个计划，透过这个美元的，把美元就进入了欧洲，美元也就进入了亚洲，所以组成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金融霸权地位。那接着美元原本也是跟黄金绑在一起嘛。可是当他看到这个整个工业的生产的时候，石油的价格就是黑金嘛更重要，所以他就转移把它跟这个石油挂在一起，那就把它绑死了。对，那所以美国有今天的一个霸权地位，事实上它是有它的时空环境。中国大陆现在没有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你要取代美元，那所以这条路是要靠着你的工业强大的工业生产力。那目前大陆有这个具备有这个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绿能、清洁能源的输出，已经从去年到今年都超过美国。去年超过美国3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1到8月已经超过美国400亿美元。这代表什么？大陆的绿能的输出，其实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币那么赶上当然取代还有一段路，赶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事情。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看的是货币嘛，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下，那这个股市 AI 是不是可能会有泡沫化，成为金融核弹哦？因为现在来自于哈佛学者最新的说法，他说 AI 公司烧钱买这个辉达晶片，但是收入都远远追不上，他认为这可能会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一模一样。那厉将军怎么看？当然我认为不会不会形成泡沫炸弹，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蔡委员讲的蔡委员那时候有教我。不敢这个 AI 不会变成泡沫。那第2个原因，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那人类的未来一定会持续的在往前进。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代的工业革命就是发明蒸汽机嘛然后带动人类到现在为止，这蒸汽机这个机器并没有停下来，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在不管是用在轮船或者是以前的火车等等来讲。很多的工业的机器制造还是需要蒸汽机。人类第2个工业革命是什么？是瓦特发现了电这个功能。那现在来讲的话电我们也没看到它形成一种泡沫，反而越做越精进。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已经从很单纯的烧煤炭，然后到烧石油，到现在转化成电力。第3个，我们人类的工业革命是电脑是电脑时代来临，电脑取代了很多人可以做的工作，也让人类向科技方面跨进了一大步。那我认为未来人类第4次的工业革命就是 AI 的革命。那当然投资了很多的资本在这方面，或许会不会形成一种过度的投资，我们可以去这个再去讨论。但是我觉得 AI 这个脚步在未来人类来讲的话，不会停下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央行现在想要拉外国的央行来存黄金在上海。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是要第一个狙击美元霸权吗？还是第2个要撼动整个纽约的这个伦敦、纽约的金库呢？另外，我们也会关心中国大陆已经连10个月疯狂的囤金，难道是要备战吗？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彭博的独家爆料，在9月23号这一天，他独家报道，他说大陆的人民银行已经招揽了外国央行，赶快大家来上海一起来这边存放黄金吧，把你的黄金存放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原因是什么？他们希望可以弱化美元的地位，还有是撼动狙击美元的霸权。
元。另外，也希望西方全球央行的储备托管的地位可以把它降低。但是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银行持有大概是超过了5000亿黄金储备，价值相当于6000亿美元。对不起，刚刚是超过5000吨的黄金储备，价格将近6000亿美元。但是我们来反观大陆，现在在全球央行黄金持有量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排名在第5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外国的央行会把黄金存到上海来吗？真能够撼动美元霸权吗？那么外国央行也会放心吗？把黄金交给中国？聂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时间有所谓 timeline 啊，过去、现在与未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实际上金本位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延期非常久，然后呢，到了这个1941年二战之后呢，1944年的7月开了一个这个重要会议，就 Bretton Woods System， 然后美元黄金就挂钩嘛，一个美元换1个盎司黄金换35美元，到现在到3000多块了。不管怎么说，一路走来，在尼克森总统的1973年2月23号，黄金这个美元瓦解了，但是他用石油去hold住美元。那这个重点是在美元是唯一可以做清算结算，全世界必须用它做准备的唯一的货币，其他就是黄金。所以黄金很重要，是商品，美元是货币，这两者是唯二可以做这个国际货币准备，都是当时定的。因此，美元霸权的 US dollar 和 Germany 存在了。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全世界，但是虽然美元是霸权，但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地点来问是伦敦。黄金的金价是伦敦这个 fixing 定出来的，有早盘金价、午盘金价2次。我现在讲这最大的这个一个，不管是储量或定价，就是伦敦啊、这个纽约。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从 GDP 也好，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也好，都是急速发展。你现在看它是全世界排名第5，我跟你讲，去年买了5兆黄金，它可以慢慢往前走。因为什么东西，实力决定未来。有实力不怕现在低嘛。讲不好听一点，你吃得好穿得好，你知道你现在正在成长期，你将来会长得比他高，你就预定就会高，你就有办法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将来要在全世界拿到话语权。那当然要拿话语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要打击美元，要去美元化。中国做了非常多的动作了，从一路走来哈。你先讲说中国有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有的，当然这个非常多，因为它不是光做这一套而已，这只是它的方法之一。去美元化，当然它不，比如2018年1月18号，它做了这个能源期货交易所，那也就是用这个人民币来这个做清算，这就已经打击美元了。它在这个海合会跟着海湾国家一直叫他们用人民币来交易石油，这也是打击美元。那还有它用数位，它现在的电子支付啊，electronic payment 做的最棒，所以所有的digital currency是数位货币呢，在中国是完全盛行。他现在用央行的 central bank 去控制，所以 CBDC 的 EP 啊，在中国的场景啊，你不管是从香城到苏州，甚至影响到上海，或者雄安区影响到北京，西边的成都到南边的深圳，300多个厂都试等成功，这也是打击美元的未来的高科技金融战。现在这一招就是最传统的黄金本位，黄金储量多就够。可是国际间要相信你吗？我跟你讲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地缘政治一直在变化。全球的地缘政治从这次的川普的关税就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全部拿到是西方的媒体看到的，好像川普还是很厉害，西方还是掌控。中国其实也有他们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他们步步到位，实际他们的潜龙从海中喷出来，他们认为比在天中高喊的老鹰还强了。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国际间对他们相信多少，但他最少要做动作，因为中国有一个特色，它目标导向，它的15计划每次11.5、12.5、13.5。他的计划几乎步步到位，比如那个2021年的这个全民的第1个百年梦，全民脱贫的那个这个建党100年，他都完全达到。那当然还有这个建国100年在2049，他也有机会。因此，话语权是他要拿到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也就是去美元化，他的目标去美元化，他就做这个动作。第一，要把上海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这是第一步，因为要打击伦敦和纽约的地位。最后，让你的黄金到上金所的国际版呢？去大家保税去除放，那这时候呢，只要让全球告诉你说，我现在军事也可以了，你看93军也做得不错，军事也可以了，各种都到位了。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真的会相信中国，就会把黄金放在那里。不管多少国家相信，最后会把美国的部分的黄金拉到这里来，它就可能会慢慢到位。我现在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timeline 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各位去分析我刚刚讲的话，你看现在再看未来，现在绝对还第5名。其实他以前更惨啊，不是吗？那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再看2年、3年，只要他这个目标导向持续走下去，那么去也甚至友好其他的一些甚至贸易的这个友好国，是很有机会
稳定它的军事，稳定它的地缘政治，就有机会突破的。好，所以我们要往长线看。那等一下，请岳老师来带我们看，说多快认为中国大陆可以打破伦敦跟纽约的垄断呢？等一下请岳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确实在国际化上面，中国大陆要做。确实有它的困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黄金交易主要还是锁在国内，所以如果跟伦敦跟纽约做相比的话，国际化程度还是有差。但是我们看到大陆现在确实也祭出了一些实际的政策，这个新制度叫做黄金可租赁可放贷的政策，想要跟全球的贵金属银行体系来做一个完全的接轨。但是眼前确实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黄金还是有出境限制的，等于说价格还是会跟全球脱轨。那岳老师又怎么看？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的霸权来自于美军、美元跟美国梦啊。美国最敏感的是去美元化啊，就是因为美国人今天如果过得这么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创造了极大的供给跟需求的消费不平衡，这个大家了解哈。那个美元跟那个黄金脱钩是在1971年了。1971年的8月15号放弃，他宣布放弃，但没有，后来又守回来了，在史密森林开了一个会，到了1973年2月23正式宣誓放弃。8月15号是尼克森宣布，因为那个，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日期是大概宣布以后的，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他宣布这事情呢？因为呢，法国当中原来的黄金就很多是放在美国的啊，那就把它拿回来。拿回来的话呢，美国就受不了这个问题啊，就产生这种，就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步去美元化。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概在8年前的话呢，德国把它放在美国的里面的4000吨想要拿回来啊，结果后来发觉找不到，美国不还了啊，就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已经就用到哪都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个账啊。那么大家的话呢，那现在的中国本身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彭博出来的消息，所以说它感觉上是针对于美国要去美元化的过程当中。要跟美国人竞争，因为这个目前为止，英国本身，这个美国当初在布兰登森林1944年的时候，它是有8000吨的啊。那时候他是鼓励大家都把黄金放在他那边，为什么呢？要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秩序，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它有够这个信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说是这个其实相较于跟那个美国在竞争黄金的这种情况下，因为黄金它本身有信赖的特殊性啊，它有这个价值的永久性，另外它有货币的稳定性。那在3个特色当中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大陆第一次跟美国竞争，也不是搞这个金融，也不是搞军事，但是纯粹是跟一种美国做信用上的竞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啊！因为你以后，尤其是阿拉伯的国家，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自从卡达挨炸了以后哈，那么很多中东的有钱国家都会发觉，与其说是这个钱呢拿来买美国的武器啊，不如说买在。黄金放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那么中国顺势推出来这个想法，那让很多人会觉得，因为大陆本身来讲，我那边提到讲说为什么不出口，这个很明显，这个大陆本身来讲，黄金是使得货币稳定的基础啊，它不会出口货币，因为黄金本身这个跟价格无关，黄金的价格是国际，它本身就是个国际价格。你在大陆的时候，就是买这个银楼或是那个广场万达广场去买黄金的时候，走打年的时候，它都是拿出来国际看牌的啦，跟台湾是一样的了，你知道吧？是这个情况，所以它是一个信用上的竞争。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一个当然是要狙击现在美国在全球的一个霸权，美元的一个全球霸权，第二位再来就是刚刚岳老师帮我们提到的嘛，建立这个黄金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信任度。那最后也要请教干哥，有没有可能也是跟备战有关系？大陆是在备战吗？我们来看到一个数字哦，因为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0个月是猛买。金价买黄金哦，那当然了，这个猛买的话会推升黄金的价格，现在来到了历史新高。9月23号这一天涨到每盎司3787美元，大家在看说是不是就是要对付西方，是不是就是要备战？这个是它的战时底牌吗？干哥怎么看？你是认为说对台海备战吗？我今天要讲哈，如果今天一旦真正的战事开打。你能够信赖的只有黄金，对呀，国家如此，老百姓也是如此。你以为你带着美金要去哪里？你以为你带着新台币要去哪里？所以只有黄金才是保本保值的东西。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这1、2年的过程之中，他们认为局势看坏，所以他们大买黄金。可是他们买了黄金之后，不如他们的预期，但回过头来，他们又发现，你不如去买一个
台积电，可是台积电买得起吗？所以又回到了黄金。回到了黄金之后，到了这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发现说，投资的标的是对，突然发现它正确。为什么？每盎司已经到了2787美金3787，对，3787，再下来的话要突破4000了，都很容易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说今天是不是为了台海战争做准备？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黄金吗？中国现在总共有2279吨的黄金。你知道台湾有多少黄金吗？422吨。我告诉你，光这422吨就让台湾安全了80年。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黄金储备，我们不是放在新店安坑吗？因为有这400多吨的黄金，让台湾安全了80年，没有碰到几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台湾没有因此而崩盘，就是因为这些黄金。那今天我要特别讲，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战争，不管任何货币，它都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得到真正的价值。对，因为如果这个战争不能够在2个礼拜之内结束的话，黄金就是最重要的依靠跟根本。所以我很相信，去年中国大买了200吨的黄金，是什么原因？今天也许说你可以针对的是台湾而言，但是如果他要支付对于欧洲的这些战事，或者要支持伊朗等等还有俄罗斯，他需不需要黄金？当然需要啊，需要。因为发生真的作战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最有用的工具。因此，我觉得大陆他现在想要把上海作为根据地的话，说大家可以来存黄金。你现在看不出来，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总有一天会来到。美国现在的黄金储备是中国的4倍，全球第一，8000吨的黄金，8000多吨。但是中国要追上8000吨，我告诉各位，中国没有什么追不上的，只要你给他时间。